嗨，大家好，我是根源。今天我们来聊聊咒语。上次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打坐，但打坐如何能够内心不乱，不去追逐各种各样的念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佛法在修行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就是持咒。持咒的意思就是我们念诵咒语，口念咒，耳朵专心在听，这样我们的念头就不会乱跑了。说到咒语大部分人会感觉到比打坐更加的神秘。打坐至少我们还能看得到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而咒语呢，更像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呼唤。佛门的咒语非常多，而且各种各样的咒语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在西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持诵各种各样咒语的传统，也是作为一种修行的秘法，在信众中传播其实在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汉地的佛教也非常盛行咒语的持诵。这种修行的方法后来我们称之为唐密，就是唐朝的密宗。但后来一部分的这个密宗修行的方法传到了日本。由于唐代的密宗太过于灵验然后被当时的皇帝所禁止，汉地的密宗也就这样失传了。现在西藏地区、日本、台湾还有部分的密宗修行方法还在流行，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了。大家想想为啥唐代皇帝会禁止密宗呢？其实就是太过于灵验，害怕影响当时的统治稳定。所谓太过灵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超能力呗。大家想不想了解今天我们就结合我们人类还有我自身的修行的一些感悟来探讨一下这个神秘的咒语。现代科学家台湾大学教授李嗣涔曾经做过好多的超能力的实验，他纠集了一些社会上具有超能力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可以通过手指摸这个字能够辨认出这个字的内容。后来他也是出于好奇就让这些人士去辨认这些宗教类的文字，其中包括就是咒语。发现只要手放上去，根本无法像其他普通文字一样的辨认。他们有的能看到光，有的看到另外的生命体向他们走过来。经过好多次这样的实验李教授认为这些咒语可能是打开我们去另外灵性世界的一把钥匙。在实际修行人长期修持咒语后，有没有一些奇异的事情呢？答案是肯定的。我的师公是藏地尼玛派的一位法王，师父还没有出家前师父在南方居住。每次念叨起师公师公就会在几分钟之内就把电话打过来，和师父说他刚才动了什么样的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师父那个时候也经常去藏地去拜见师公，在师公面前他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念头，师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他心通师父有一次在禅堂里带着众弟子们打坐，我们就是持诵的文殊菩萨心咒，连续好几天都在持诵。禅堂每1个小时是1节课，其中15分钟在行禅，45分钟的时间是在坐禅，就像我现在这样我记得一次坐禅过程中我们持诵这个文殊菩萨心咒，忽然我的耳朵就听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持诵。这时候文殊菩萨就出现在我头顶上的45度的这个方向，然后发射着琉璃光照射着我，整整大约照射了我45分钟。直到这个下一节课行禅的时候，我才从文殊菩萨的光芒中下了座。接下来的那堂课就变得更加的神奇，就是我直接就体悟到了那种满天满地的空性。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其实有可能那个世界才是我们真实的世界。在网络上看到有些科学家教授也对咒语感兴趣并且做了很多的试验，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我的认知是菩萨好比就是服务器，我们持诵的咒语好比就是登录服务器的密码，有了这个密码才有可能我们去登录这个服务器。但是问题又来了，小伙伴们肯定会说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的话呢，岂不是每个人持咒都会灵验了？但是答案啊又是否定的。如果说真的是那样子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神通具足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大前提，大家看啊，就每个咒语啊，基本上都会对应的一个菩萨，而每个菩萨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咒语，典型的就是一对多的关系。那如何持咒才能灵验呢？相信这也是很多小伙伴们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在密宗的修行方法中啊，每种咒语的持诵啊，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手印，比如说这样的手印啊，这样的手印啊，等等等等。但是至于怎么样解手印的话，这也是密法中的密法。但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持咒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要和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菩萨去相应。比如说观世音菩萨，这个大菩萨本身啊，是通过耳根圆通的方法来证悟无上正等正觉的。观世音菩萨有个基本的心咒，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也就是6字真言。那我们心如何才能和观世音的心才能够相应呢？就是要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那什么叫大慈心呢？大慈心啊，其实就是对待万事万物的那颗平等心。中国的易经里面有个坤卦，它的卦辞里面有一个对大悲心描述的特别好的一个卦辞，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我们啊要向大地去学习，大地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分别心的，它承载着万事万物，这就是大悲心的体现。老子的《道德经》啊也有这种类似的描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啊，天地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人类所想象的那么仁慈，而是把万物都当作稻草扎成的那个狗一样看待，没有任何的分别。这就是大慈心的一种体现。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蟑螂，感觉它很讨厌，就想踩死它；看到了老鼠也是非常不喜欢，恨不得让它去死。这就是站在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的深深的一种分别，而菩萨是没有这样的分别的，这就是大慈之心了。那大悲心呢，就是一种悲悯之心，因为看到众生啊为了名啊利啊奔波一生，苦不堪言，于是就想帮助众生去解脱，这就是那颗大悲之心。当我们升起了这颗大慈大悲之心之后，再去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你和观世音菩萨彻底就连接上。上次啊，我遇到一个师兄问我，这个佛门修行有没有捷径可以走啊？我说当然有了，佛门的修行捷径就是持咒和各位大菩萨们相应，因为菩萨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是迷途的众生，也是通过修行而得到证悟的。他们就像引领我们的导师一样，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我们通过持咒和菩萨相应的时候，就像我在禅堂和文殊菩萨相应，菩萨自然而然会帮助你去修行。有的小伙伴们又会说了，像你这样说也不符合科学哦，怎么叫人相信呢？的确，以我们目前人类所掌握的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等各个方面的自然科学的手段啊，确实是很难理解啊。不过可喜的是，人类啊正在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大家想想啊，如果你能穿越到200年前，告诉当时的人们，200年后啊，每个人都拿一个小东西，就可以实现千里眼和顺风耳的超能力了，你认为他们会相信吗？当然了，那个小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手机了。大部分人只相信我们当下眼见为实的东西，而人类的认知仅仅是我们当下这个宇宙很小很小，简直是可以忽略的一个部分。有的小伙伴啊，他又会说，就算你说的对，很久以前就有菩萨的传说了，那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甚至是几千年了，那他们还在吗？那难道他们就不会消亡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好，牵扯出我们当下世界好多人其实隐隐约约已经觉察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可能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次聊。
当下全球疫情非常的严重，有个咒语对治当下的病毒很有用。我请我的一个师兄给大家持诵了108遍，请大家点击左侧的那个节目观看愿天下众生都不被病毒侵扰。下集见。